大家好，这里是君园艺。都说浇水对植物来说非常重要，那植物到底是怎样喝到水的呢？一棵树是怎样对抗重力作用，将土壤里的水从根部运到几米甚至几十米的树冠的呢？我觉得想养好花，就要从了解植物开始。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植物到底是怎样喝到水的。那在日常的养护花草的过程中，如何让你的植物喝好？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是给植物的根部浇水，来满足植物对水分的需求。那植物的根部有很多的根毛，植物主要就是通过这些根毛吸收土壤里的水分，再通过木质部 xylem 运送到植物的各个部位。所以根毛的表面积越大，那植物的胃口就越好，活力也就越强。这就是养花养根的主要原因。植物能在土壤里吸收到水分，第一个动力来源就是因为这些根毛内外有根压的存在。这个根压主要就是渗透作用 osmosis 引起的，也就是水从低浓度的溶液流向高浓度的溶液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给植物施的肥水是以水为溶剂，肥料为溶脂的。正常情况下，我们给花浇水后，由于渗透作用，土壤里的肥水是低浓度溶液，植物内是高浓度溶液，所以水就会通过根毛从土壤内向植物内移动。那相反，如果我们给的水里肥料浓度太高，这个时候水就会从植物内流向土壤，从而导致植物干枯甚至死掉。这就是为什么施肥一定要把握好浓度，宁少勿多，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调整肥力。像我们室内植物没有补光灯的情况下，一般 EC 值控制在 1.2 到 1.5 之间就可以了。那只有根压这一个动力，肯定是不足以将水从根部运送到植物的各个部位的。在100多年前，有一个爱尔兰人迪克松，他提出了蒸腾内聚力张力学说 Transpiration Cohesion Tension Theory。 这个理论呢，也曾经有很多人提出过质疑，但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这个理论认为，另一个帮助植物吸收水分的动力是植物叶片的蒸腾作用和水分子之间存在的凝聚力。你听说过植物有嘴吗？没错，植物的叶片下有很多这样的外形像嘴一样的气孔，英文叫 stomata， 它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开也可以关。那这些气孔就是植物和外界环境之间交换气体和水的主要通道。植物内的水分会通过植物的表面比如说叶片或者是茎，但是主要是通过叶片下的这些气孔 stomata 蒸发到空气中的。由于水分子之间的凝聚力 cohesion， 那水分子离开叶片下气孔的时候，就形成了蒸腾拉力，从而带动根部从土壤内吸收更多的水分。这就是植物喝水的第二大动力来源，蒸腾拉力。这些叶片下的气孔也不只是向外蒸发水分，那在植物需要的时候，它们同样是可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比如说我们扦插育苗的时候，根部还没有长出来，那植物就要通过这些气孔从空气中吸收它们所需要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保持空气湿度要足够，等到植物的愈合组织长出来，再逐渐的降低空气湿度。另外，我们植物所需要的营养元素也是可以通过喷洒叶肥提供给植物的。但是我看到很多人给植物喷洒叶肥都是只喷洒在叶片上面。那我们现在了解了植物的蒸腾作用，也知道了植物的气孔其实是长在叶片下方的。那下次你在喷洒叶肥的时候，就知道只有这些肥料接触到叶片下面的这些气孔才是有用的，如果只喷洒在叶片上的话，植物是喝不到的。那植物的蒸腾作用对植物的健康生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又会受到哪些外界因素的影响呢？我们日常养护花草的时候又要注意哪些，才能让植物渴不到也撑不着？首先影响植物蒸腾作用的就是温度，空气的温度越低，蒸腾作用就越小，所以低温状态下，我们的植物需要的水分也就会减少。
反过来呢，如果温度越高，植物的蒸腾作用就越大，需要的水也就越多。所以冬季温度低的时候，我们就要降低给水量；如果夏季温度高的时候，我们就要增加给水量。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温度太高，比如说在特别炎热的夏季，那植物就会进入一个自我保护状态。气孔的周边呢有很多的保卫细胞 guard cell， 它们就会将气孔闭合，这个时候也就没有蒸腾作用了。所以夏季最佳的给水时间其实是早上，否则到了炎热的午后，等植物的气孔闭合，它就没有办法再喝进去水了。即使这个时候你看到植物已经蔫了，那你再去洒水，它也是喝不下的。第二个影响到植物蒸腾作用的就是相对湿度。关于种植呢，我们如果提到湿度时，说的一定是空气中的相对湿度，它指的就是空气中的水气压与相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的百分比，也就是绝对湿度与相同温度下可能达到的最高湿度的百分比。那空气中的相对湿度越大，植物的蒸腾作用就越小。也就是说，当相对湿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植物就会停止生长。那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如果空气湿度越低，蒸腾作用就越大。可是如果空气太干燥，植物也是长不好的。过度的蒸腾作用也会导致叶片的干枯、缺水、掉落，或者是气孔可以直接关闭，这样植物就没有办法得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来进行光合作用。像我们北方室内养花呢，大部分遇到的是空气湿度太低的问题，尤其是在冬季。那我们可以考虑填一个加湿器，或者如果我们不想改变空气湿度，也可以选一个温度稍微低一点的位置来摆放你的盆栽，因为在不同的温度下会有一个最适合植物生长的相对湿度范围。关于空气温度、湿度与植物蒸腾作用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指标叫做饱和水气压差 VPD Vapor Pressure Deficit。 那我们现在的智能温室的一些设备控制，或者是专业的温室技术人员，他们都是通过这个指标来控制温室环境的。以后有机会我再来分享更多的这方面的内容，今天就不多说了。另外一个可以影响到植物蒸腾作用的就是风。我们都知道风越大，水分的蒸发速度也就越快，这样植物的蒸腾作用也就越快，那植物就需要更多的水。所以相反，如果空气不流通的话，那水分就蒸发不掉，那些水珠呢就会聚集在植物的气孔周围，这个时候植物就非常容易受到病菌的侵袭。所以说通风对种花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专业的温室种植它是一定有风扇的，这样才能增加空气的流通。那像室外种植呢，有一种情况就像在高温状态下一样，如果风太大，植物同样它是会为了保护自己，那些 guard cell 就会将叶片下面那些气孔关闭，那这个时候蒸腾拉力也就消失了。还有一个影响到植物蒸腾作用的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光照。那除了我们知道的光照可以帮助植物完成光合作用，它其实对植物的气孔开放程度也同样有影响。那光照强的时候，植物的气孔就会开大，这样蒸腾作用也会加速，从而为植物达到一个降温的效果。那就像我们热的时候会通过流汗降温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光照越强，植物对水的需求也就越多。那光照越弱的情况下，植物对水的需求也会减弱。那如果在没有光照的情况下，植物的气孔是关闭的，这就是为什么植物夜间是不需要水的。即便你的植物看上去很渴了，但如果没有光，也是不用给水的。这个坑我是踩过的，你在很多年前，我都是下了班以后回家给植物浇水。所以说，这里我要再强调一遍，在没有光的情况下，夜间植物是不需要浇水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夜间尤其再加上低温，你再给大水，那植物是很容易生病的。我之前说过，植物最佳的给水时间其实是早上，都说过午不食，其实植物最好也是这样。那我们早上把它们喂饱水喂饱饭，这样它们工作一整日，那夜间气孔关闭，土壤的湿度呢也刚刚好，这样植物的根系才能健康的生长。
所以植物能喝到水，主要是通过渗透压形成的根压、蒸腾作用形成的拉力，外加水分子之间的凝聚力。那希望看过这期视频，你可以更好的给你的植物喂水。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了。